大家好，欢迎回到跨时空的流浪者之歌。今天要讲的是最终章第10集雪豹尊者。钟鼎山林各有天性，然终归万法一如。在前集中我们提到，辛克莱告诉玛丽安娜，他所转世的修行者悉达多，在看到了路华浓的奇美之喜怡美后，终于度过了人间最难的情关。从此他还修行到另一个更宽更深的境界。几年后，人们听说河畔有位尊者，很多人前来礼敬、忏悔、请求开示以祈福。尊者一如往昔，大多只是默默地聆听着，偶尔才会回上一两句话。而来礼尊的人也大多能带着安适、被忽悠后的心情回去。玛丽安娜好奇地问着，他是像神父一样，在告解中聆听教友的忏悔，让他们得到宽恕，因而自行化解心结吗？相似，但他未以上帝之名来宽恕他们。辛克莱回答着。玛丽安娜问，而那些来请求开示以指点迷津的民众，也可以从他的聆听中得到心灵的平静，因而找到解决自己问题的方法吗？是类似精神医疗上的自我疗愈吗？辛克莱回答说，他是不讲一些信众们一知半解或甚至完全不懂的佛学专有名词，去引导他们思考。当你抬头独自望着夜空中的星辰时，或当你闭眼静心虔诚地向神祷告时，内心因而得到的平安与指引，不是来自神职人员的语言。玛丽安娜恍然大悟，我懂了。接着她又笑了起来，突然觉得很多传道人还真是啰嗦啊，哈哈哈。越来越多的民众来礼尊，祈求平安与降福。当悉达多在摆渡耕作、料理起居饮食时，他们就在河畔的阿勃洛树下休息，等他有空时再来请求、祈福、忏悔后开示等等。悉达多没有接受他们的供奉，依旧过着自食其力的极简生活，但他还是会接受民众们的帮忙，如屋顶修缮等出众的工作，他们也因之而得到喜悦。有一天，他偶然经过高山上的一个小村庄，看到村民们围着一只受伤的雪豹，原来是由于气候变迁及人类扩展畜牧业，使得雪豹栖地缩小，觅食不易，被迫下山来攻击了村民饲养的牦牛，也因而被村民打伤。悉达多劝村民们能一本好生之德放过他。悉达多又想起他当年大力赞助过的野生动物救难中心，于是联络他们来把雪豹送去那里医治。而雪豹在医疗的过程中，悉达多常常来关照与陪伴着他。于是雪豹在复原后也放回高原时，一路上也不时地回过头来望着悉达多，流露出依依不舍的感情来。有一天来了一个僧团，带队的是释甘露禅师。他听闻有位摆渡人被很多人称为尊者，
于是前来探访。他就是悉达多年少时的好友、师兄弟甘露。这使他已是当时佛教的4大宗师之一。光是他的功德会会员就有几十万人，他们以救难医疗的事业著称。甘露禅师把僧团留在岸边，独自来见悉达多。简短寒暄后，他虔诚地问着仁慈的尊者：“可否赐知你所传的福音是属于何种正道？”悉达多回答说：“我只是一个年老的摆渡人而已了。”悉达多接着说：“我没有以讲解正道来传教了，甘露。啊，尊者，你怎么知道我的本名？年少时，以我为求道而离家出走，去苦行，之后再跟随世尊学佛法的好兄弟，还会有谁吗？”悉达多，是你哦！两人不禁哈哈大笑起来。离开数十年，连借古稀之灵，又能重逢，真是高兴。暂且撇开宗教之神性的庄严矜持，先享受一下人性的喜悦，情深意重的拥抱吧。悉达多牵着甘露的手，漫步走到后山山坡，然后在夕阳余晖中坐下来煮茶叙旧。甘露说：“悉达多，你变得太多了。”悉达多笑着回说：“看来你当年是选对了你的道路，看，现在已经是德高望重的高僧了。”甘露很疼惜地说：“看你的袍子都已那么陈旧，我让人给你送来几套黑袍好吗？”不好意思说很破旧。悉达多说：“兄弟，谢谢你的诚意啊。”“不用的，我已习惯这样的穿着很多年了。”甘露又说：“听到你叫我兄弟，真是高兴啊，悉达多。看你的身体这么瘦弱的样子，令我不舍啊。我们功德会的医院里有很多良医，我让他们来帮你诊查治疗，好吗？”悉达多回着说：“感恩感恩，兄弟，我很健康，不必为我操心这些啦。”甘露用感恩的语气说：“撇开我们的兄弟之情不谈，我还是需要为你做些事情来报恩的。当年若不是你的巨额捐款，让功德会的财物转危为安，我也不可能帮那么多的众生服务，来度化他们，是吗？可是我记得，当能给以你为名的功德会捐款时，好像是以匿名的方式嘞。”悉达多有点疑惑。甘露说：“记得戴薇女士吗？你以前的女管家啊，她现在能是我功德会的秘书之一。当她知道我们兄弟之情后，她告诉我的。”过了半晌，甘露若有所感地说：“看来你的心境相当平静，我却还没修到那样的境界。”悉达多安慰着他说：“可能是你自我要求太多了，你已经有丰功伟业了。”甘露说：“是吗？可是我一直想做更多的离苦事业，度更多的众生啊。”悉达多问：“听到 Om 了吗？”甘露回说：“是6字真言的第一个字，也是观世音心咒的起因。”悉达多说：“意思是圆满的，随缘吧，兄弟。”
接着甘露又问：当年你说是因参不透世尊的核心思想而离弃，后来又如何修得如此平静？悉达多回答说：当年离开你们之后，我跟很多老师学习，有艳丽名媛、社会精英，特别是那些平凡的普罗大众，这些我们认为本是应被我们来教化的众生，特别是河水教了我无时空的观念，在一个时间点上，河是同时存在于它的每个流域中，在源头、中游及下游的出海口，在这个时间点上是没有过去与未来的时间分隔的，而这观念跟世尊三法印的涅槃极境有关。甘露又问：可是世尊不是教我们前世、今生、来世的时间七格观？悉达多回答说：对，因为这样的时空七格法才较容易去鼓励一般的众生，今生必须行善，以去前世之恶业，谋来世之善果。悉达多接着又说：而无时空的观念产生的极昧之喜与永恒之美，是难以言传的，需要有高的智慧与事实的因缘才能修得。这时甘露恍然大悟了，难怪那就是为什么世尊的谆谆教诲中，为何较少着墨在涅槃奇境的原因了。多年故友久别重逢，期须长谈，纵然开心不已，然也终须一别。甘露起身给悉达多告别，说：亲爱的兄弟，谢谢你给我那么多开示，虽然你的时空观我尚无法完全理解。甘露接着说：但你知道吗？刚刚你脸上浮现着世尊那样的平安祥和哦。哦，是吗？悉达多这时看到星辰在山谷中闪烁，他年轻时的梦想成为一颗星辰。后来人们没有在河渡边看到悉达多了，因为他去了高原中河的源头，更接近星辰的地方。回想在悠悠苍天与大地之间，山下村民们传说着山上有位雪豹尊者。当跨时空之香完全熄灭了以后，辛克莱终于又回到现今世界，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相当启发人的求道过程。那么老法师，你是悉达多吗？辛克莱问年老的修道人。老师父缓缓地回答说：有愿皆能成者，都可以称之为悉达多。辛克莱感受最深的是，两个好朋友走不同的人生道路，一个是恪守本分的在体制中逐步努力而功成名就，一个则是在体制外浪荡曲折的人间体验中修行，最后也找到他融合入世与出世的道。而一样的是，他们都依自己的资质本性去走自己的路，而终究也都造福了众生。玛丽安娜吐了一口气说：这真是你一趟奇特的东方之旅哦。辛克莱回答说：从此我就融入了
淡然不吃的东方思想。玛丽安娜很有手悟地说：“难怪你即使是弹着葡萄牙吉他，曲风中带有西方人所没有的奇妙安详。”他们准备要离开咖啡馆时，玛丽安娜又好奇地问：“你曾提起你来东方是因年少时曾迷失，而你的学长给你东方精神的启示。那你告诉我你迷航的故事好吗？”辛克莱笑着说：“好啊，改天我就跟你分享彷徨少年时。”